上一期我们讲了韩国经济为什么强，它是一个小国，明明缺资源，内需有限，夹缝生存，但是它硬是靠着出口导向、政府金融、财阀执行和产业升级，把自己挤进了全球产业链的核心位置。尤其是最近 AI 把存储芯片重新推到了全球产业链的中心，三星和 SK 海力士的股价大涨，也让很多中国投资者重新关注韩国。但是今天这期视频，我想把镜头从韩国的企业和产业转向韩国的普通人。根据 OECD 经合组织的数据显示，韩国66岁以上相对贫困的人口占40%，是 OECD 平均值14%的将近3倍，在所有的成员国中排名第一。与此同时，65到69岁的老年人就业率大概是55%到57%，同样也是 OECD 成员国中最高的。其他的成员国组织平均也就只有14%左右。换句话说，别的国家的老人退休后都是颐养天年，而韩国很多老年人退休以后还得去便利店和工地再就业。所以我觉得韩国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，不光是它的产业有多强，还有它为什么产业这么强了之后，普通人依然活得这么累。你看韩国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发达国家了，人均 GDP 超过了3万美元，文化产业很强，韩剧、K-pop、美妆、整容、咖啡馆、奢侈品消费都让这个国家看起来非常的光鲜亮丽。但是如果我们往下看，会看到另外一个韩国，家庭的债务很高，年轻人不敢结婚，不敢随便生孩子，学生从小卷到大，很多老人70、80岁还得工作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反差。国家似乎很发达，企业似乎很强大，产业也很厉害，但是普通人的生活一点不轻松。这一期我们就要回答这个问题：为什么韩国明明已经是发达国家，韩国人还活得这么累呢？首先，因为韩国的发达是它用了一种极度集中、极度竞争、极度高压的方式发展起来的。让我们先从一个最底层的问题开始：韩国社会为什么这么容易让人感到焦虑？我觉得答案不是简单的韩国人爱卷，而是韩国社会的资源结构天然就会把人推向竞争。韩国经济一个特别明显的特点就是集中，产业集中在少数的财阀手中，就业机会集中在少数的大企业当中，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的名校当中，城市资源就集中在首都的首尔圈，人生路径高度集中，名校、大企业、高收入、体面生活，就这一条线，很残酷的独木桥。因为只要好的机会足够少，那么竞争就会变成残酷的筛选。只要结果足够沉重，那普通人就不敢轻易的退出这个比赛。好学校要竞争，大企业要竞争，首尔的房子也要竞争，体面的婚恋也得竞争。每一轮竞争后面都是跟着下一轮更残酷的筛选。一个孩子小的时候要卷补习，长大了要卷名校，毕业了要去卷大企业，工作以后还得卷房子，结婚还要卷收入，生育还要卷教育资源。所以它不是某一个阶段很累，而是整个韩国人的人生都很难从这个系统里面下车。这就和上一期讲的韩国发展模式是连在一起的。韩国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没有太多资源，没有很大的内需市场，没有可以让普通人慢慢来发展的空间。这个国家要赢，就必须把资源压到最有可能赢的赛道上。国家这么做效率很高，但是当这套逻辑向下传导到普通人生活当中的时候，就变成了每一个人也必须把自己压到最可能赢的路径上面。所以韩国人的竞争很早的就压到了孩子身上。韩国人又极度重视教育，这一点和东亚很多国家都很像。但是韩国的教育内卷特殊之处在于，它不只是文化传统，也不只是父母鸡娃，它背后有一个非常现实的经济逻辑。教育几乎是普通家庭升入上层结构的少数通道。如果一个孩子有机会考进了好大学，那么他才更有机会能够进入三星、现代、SK、LG 这些大企业。进入了大企业，才有可能拿到稳定的收入、体面的身份和更好的婚恋机会。所以，教育不再只是学习，它变成了一场提前开始的人生筛选比赛。表面上看，孩子是在卷考试，但是更深一层看，家庭是在卷未来的安全感。
这就是为什么韩国的补习产业那么发达，父母愿意在孩子教育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，也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孩子辛苦，而是因为他们太清楚了，如果孩子没有办法挤进去，后面的人生难度会陡然上升。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孩子身上的压力很多时候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来自于整个家庭未来的焦虑外化。所以韩国的孩子从小面对的就不是普通的考卷，而是一整套的人生社会排位赛。讲韩国普通人的累，不能只讲教育，还得讲消费。韩国社会有一种很强的外在消费文化，整容、美妆、服装、奢侈品、咖啡、精致的生活方式，这些东西共同构成了我们在屏幕里看到的那个光鲜亮丽的韩国。很多人看韩国会觉得这个国家特别会包装，特别会制造体面感。韩剧里面的家，咖啡馆里的年轻人，街头的穿搭，偶像工业里面完美的人像，都让我们觉得韩国人很精致。但是问题是，韩国很多家庭的现金流并不宽裕，家庭债务也长期偏高，储蓄空间也并不大。那为什么现金流这么紧，还要在外貌、穿着、咖啡、美妆、体面生活上花钱呢？如果只说他们是爱面子，这个解释就太浅了。更准确地说，在一个高度竞争、高度筛选的社会当中，外在形象本身就是一种竞争力。面试得体面，社交要体面，婚恋要体面，职场要体面。一个人的脸、身材、衣着、谈吐、消费场景都可能被纳入别人对你的评价系统。所以，韩国的很多消费不完全是享受型的消费，而是压力型的消费。它不是因为你有多松弛，所以你去消费，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不能显得太差，所以你必须消费。这就是现代消费社会最残酷的一面。接下来我们讲债务。韩国的家庭债务长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韩国普通人的债务往往来自于这几类：房贷、教育支出、生活成本、个体经营贷款，以及为了维持体面生活形成的消费贷。在韩国，房子不是单纯的居住工具，它还和你的婚姻、阶层、家庭的安全感绑定在一起。教育呢，也不是单纯的个人成长，它和你的未来收入、就业机会、社会评价绑定在一起。体面的消费也不是单纯的享受，它和你的职场阶层、婚恋、社交评价绑定在一起。那么，当这些东西和身份绑定之后，很多消费支出就不再是可选项了。你或许可以不买奢侈品，但是你很难完全退出这场体面竞争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韩国普通人的累啊，不能只看收入。一个人即使他收入不错，也不等于他有自由现金流。一个家庭看起来似乎很体面，也不等于他没有债务压力。一个国家人均 GDP 已经3万美元了，也不等于他们的普通人可以活得很轻松。我们要看的是他们的收入扣掉了房子、教育、债务、养老和这些体面成本之外，还能剩下多少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间。如果这个空间很少，那么人当然就觉得活得很累了。韩国普通人的经济体感呀，恰恰就是这样的一种答案。韩国还有一个最受全球关注的社会问题，就是少子化。韩国2023年的总和生育率呢是 0.72， 什么概念？就是平均每100个韩国女性一辈子只能生72个孩子，而维持人口不缩减的总和生育率啊，需要达到 2.1， 也就是需要210个孩子。那么韩国的缺口现在达到了2/3，这不是少生，这是人口断崖了。OECD 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数呢是 1.5 左右，法国还有 1.66， 美国呢是 1.62， 就连同样低生育率的日本，这个数也是 1.2。韩国是唯一跌破1的发达国家，而且不是刚刚跌破，是从2018年的 0.98 一路跌到现在的。当然，中国现在也在1附近徘徊了。但是韩国这个 0.72 呢，是全世界有统计以来的主权国家的最低生育率的记录。对于韩国来说，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人口问题了，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。很多人讲少子化，容易讲成年轻人不想负债，女性不想生，大家只喜欢享受生活。我不太喜欢这种说法，因为它不公平。少子化不是年轻人突然变得自私了，少子化是一个社会把生育这件事儿啊，变成了高风险、高成本、高压力之后，大家自动选择的结果。在韩国，生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呢？首先就意味着长期的教育投入，其次意味着相对更大的住房需求，
然后意味着孩子的父母的职业安排会被改变，还意味着女性可能会在事业和家庭之间被迫做出选择。当然，也意味着男性会被更强地推入了养家的责任当中。这就意味着这个家庭的现金流要进入下一轮更长期、更确定的压力。如果一个社会当中，孩子从出生就要被推进教育竞赛，父母从买房就要开始焦虑学区，女性在职场上很难同时获得事业和家庭的支持，年轻人对未来和收入没有足够的安全感，那么不生孩子不一定是一个情绪的选择，很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理性选择。韩国少子化的深层逻辑就在这里，也不一定他们不爱孩子，只是生育这件事儿被绑定了太多的成本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很讽刺的现象，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越是重视教育的，越是重视孩子未来的社会的国家呢，越不敢轻易生孩子，因为每一个孩子都被赋予太高的标准了，每一个家庭都不敢轻易开始下一轮的这种比赛。这几年韩国还有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，韩国人好像越来越喜欢宠物了，有些地方啊甚至不欢迎儿童，挂起了儿童免入的牌子。我们还可以从一个侧面感受韩国的低生育率有多么的极端。首尔登记在册的宠物犬有62万只，而首尔过去整整10年的新生儿加起来才59万。在韩国的全国层面，平均出生23万个孩子，但是有接近600万个家庭在养宠物，养宠物的人数逼近了1500万，接近了韩国总人口的1/3。不是说韩国人突然不爱孩子了，而是养孩子的确定性和性价比崩了。房子、教育、竞争、职场、惩罚，每一项都把生育推到了理性人不选的那个区域，于是宠物成了替代品。当生育变得越来越难，宠物或许会在某种程度上填补陪伴的需求。当社会变得越来越适应低生育的状态，商业空间也会慢慢的按照无孩化、单身化、精致化的生活方式重新设计。比如宠物友好型的消费会增加，单人消费、情侣消费、无孩家庭消费会增加。咖啡馆、美容、旅行、宠物医疗、宠物用品都可能成为新的消费场景和赛道。这背后不是他们生活方式的简单变化，而是人口结构变化在消费端的表现。低生育不是只改变出生数字，它会改变城市的空间，改变消费的结构，改变家庭关系，也会改变一个社会对未来的想象。孩子少了，社会会变得更安静吗？不一定啊，它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孤独。年轻人不生孩子，不代表他们没有情感需求；老年人越来越多，也不代表家庭照护能力自动会增强。宠物经济、单身消费、成人化空间，都是这个结构变化当中的外在表现。所以我们看韩国的低生育，不能够只看到它的数字，要看到它已经如何渗透到他们的城市、消费、家庭和人际关系当中。低生育不是只改变了人口数字，它会改变一个社会的空间、消费和情感结构。接下来我们讲讲韩国的老人。很多人对韩国有一个很强的印象，老年人70、80岁了，还在餐馆、便利店、街头、地铁站附近工作。这件事情的背后，其实是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另外一面。韩国经济在高速发展时期，最重要的任务呢是出口、工业化、企业扩张、产业升级。福利制度和养老金体系的建设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早，没有那么充分。而等到韩国真正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，问题就暴露出来了。国家已经很发达了，但是很多老年人的保障并不充分，养老金的替代率不高，个人储蓄还不够，房产和债务压力还在，子女一代自己呢也承受着房子、教育、就业和生育的压力，很难完全反哺父母。所以很多韩国的老年人继续工作，不是因为他们热爱劳动，很多时候是因为退休不等于安全。在一个制度保障比较充分的社会当中啊，退休意味着人生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。可是如果他的养老金不足，家庭支持减弱，老龄化又来得很快，那么退休呢就可能变成一种风险。韩国老人的贫困问题很尖锐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年轻人不敢生孩子，老年人不敢休息，这就是韩国高压社会最残酷的一面。年轻人觉得未来太贵了，老年人觉得晚年不稳，这中间呢，一代人夹在了房子、孩子、父母、债务和工作之间，很难真正放松下来。讲到这里，我们就能理解韩国社会最矛盾的地方了。韩国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，恰恰相反，它已经非常现代化、非常市场化、非常组织化了。
他很会制造光鲜亮丽的生活外表，韩剧里面精致的生活，爱豆攻略里面完美的形象，美妆和整容里面的外貌管理，财阀剧里面的上流社会， K-pop 里面的全球舞台，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韩国。但是另外一个韩国也真实存在，债务压力、教育内卷、房价焦虑、少子化、老年人的贫困、阶层固化、职场压力，这两个韩国都不是相互矛盾的，它们一体两面。因为那个光鲜的韩国正是高度竞争、高度筛选、高度组织化的结果。一个国家要在全球市场里赢，必须把企业推到极致。一个人要想在韩国社会里赢，也会被推向极致。这就是为什么韩国给人的感觉总是很极端，不是特别强就是特别累，不是特别精致就是特别压抑，不是全球化很成功就是普通人很焦虑。韩国没有太多的中间状态，他把很多东西都推到了边界上面，无休止的比较和筛选，这才是韩国社会值得我们研究的地方。韩国曾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后发工业化国家，它从战争的废墟当中崛起，靠出口、教育、产业政策和财阀体系，在全球产业链中打出了位置。它向我们同时展示了现代化的能力和现代化的代价。但是韩国的发展经验也告诉我们，一个国家变强，不代表普通人会自动变得生活轻松；一个企业赢得了世界，不代表员工、家庭和年轻人都会成为生活的赢家。一个社会如果把所有的资源都压到了少数赛道上面，最后每个人都会被迫参加到一场没有退路的比赛当中。看懂世界，放对资产，我是苏涵，我们下期见。